酸痛是讯号，动作是解答。欢迎来到 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给你每周一剂的身体修复指南。我是主持人 Jocelyn。你们会常常腰酸背痛吗？还是说像我一样，其实好像一直都找不太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那 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其实就是一档想要主打实用的物理治疗节目。我们想要把物理治疗变成一个大家在平常日常的时候就可以拿来聊天，然后或者是实际可以派得上用场的一个知识。那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不会有太多就太艰涩的专有名词，那比较是希望是像大家可以在家就可以自己检测来做使用的处方签。那在就是分享这个专业的知识之前，当然就是不可能只有我自己乱说嘛，所以要有这方面的专家才行。那就要介绍这档节目另外2位很重要的主持人，就是 Howard 跟世宏。好，大家好，我是 Howard。那我是阳明交通大学物辅系大五的学生。那我目前也有在 IG 上面用短影音分享一些运动啊、酸痛与人体相关的知识。大家好，我叫世宏。那我也是来自阳明交通大学物辅系，然后现在是大3的学生。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大家多指教。耶，那你们其实原本是认识的吗？还是你们其实不会碰到面？不会，基本上不会，不会。对，因为你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分流过来的。对对对，我是比较晚才加入物辅系。你是大3才进来嘛？对不对？对，大3才正式进来。哦，对对啊。哦，那你现在是大3，所以其实算第1年吗？第1年吗？可是我大1、大2的时候，其实我以前有开始修一些物辅系的课，所以其实会穿插，就是也会见到物辅系的同学，然后也会见到部分系的同学这样子。哦，了解。所以那如果假如说他今天是从大1就开始读的话，你们的系是人多吗？就是会互相认识的那种程度吗？还是说其实蛮大班的？我们一个系大概人数大概在35到40个人左右。那其实好像还可以到，其实还好。对对对对，中班吧，没有到大，也没有到很小，中班。但刚才你说，就是你自己就已经有先在经营 IG 了，你可以好好给你工商一下，让你工商时间。好，那个我的 IG 账号叫做暗黑物理治疗 DPT， 那现在目前已累积大概1.8万粉丝。哇塞！然后在场有大网红。没有，一个这算是佛系经营吧，对啊，我也目前也很久没有更新，现在都在做一些新的尝试，然后思考怎么样把影片拍得更好，这样子。等一下，人家说佛系经营是真的很佛系，然后佛系经营1.8万人，这是天赋。1.8万人没有很多吧？这不是大家全部都20-30万的吗？好，那今天的话，我们的就是主题的重点就是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物理治疗，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好像没有过真正就是想到说，我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我会想到说，我这个情况是要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来去物理治疗所来去求助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部分的专业好像相对比较陌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初看到物理治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有一次的经验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手痛，就是莫名其妙的手痛哦，我也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然后或者是说我也没有去拉伤啊什么之类都没有，然后就是莫名其妙某一天早上起床，然后我的手就超级痛，然后那一天我就去挂了医院的复健科，然后那时候看完医生，然后医生好像他也没有特别说，他就说可能这边发炎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开了一张单子给我，然后请我去另外一个治疗室，然后去那边的治疗室的话，他们好像是说是制作一个副木给我，然后那个副木就感觉有点像石膏嘛，就是他会量我的手腕的那个就是大小啊，然后那个治疗师也问我说，你平常会做什么动作比较多，然后去帮我就是拟出一个像石膏的东西，我不确定，但那个好像就叫做副木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听到物理治疗的时候，我感觉跟我自己比较贴近的例子的时候，我会联想到那件事情。但是我就想要跟你们厘清一下，就是这个跟物理治疗是有相关的吗？还是说其实这是2件不同的专业领域呢？其实是蛮有关系的。那这要牵扯到，其实刚有说，物理治疗其实它是在隶属于所谓的复健医学体系下。那其实，在更早以台湾为例子的话，更早之前呢是
以前是只有复健医学系这个科系，然后是到比较近期的时候才慢慢延伸，有分什么所谓的物理治疗、职能治疗，甚至是语言听力治疗。对，然后那如果以刚刚你说那副木为例子的话，我自己理解的话，会觉得比较像是职能治疗师会使用的一个道具。那刚刚有说嘛，复健医学体系下，我们其实上面还有大家比较常听见的什么复健科诊所，那其实复健科医师他们会医师会下一个诊断，我们所谓病理性的诊断，然后他会再根据这病患具体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可能再衔接到对应的治疗师，去帮这个病患让他恢复到他原有的各个功能这样子。对，那物理治疗的话，我自己的理解是觉得物理治疗它比较偏向是恢复你人体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帮手。对。那职能治疗师的话，我自己理解的话是，他比较会着重在所谓的职能领域，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人是灵长类嘛，我们就是手要做很多动作的一个生物，所以职能治疗师就会比较 focus 在这方面去做这样的恢复。可是我还很菜，我觉得还是要学长帮我补充。对，那所以刚才存浩的意思是说，我去做复木的这件事情，比较像是觉得是职能治疗的方面，但是它因为毕竟最上头都是属于复健科，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有关系。但是如果说在细究的话，可能复木的这一个操作的治疗的一个方式比较属于是职能治疗师，是这样吗？其实如果简单来讲的话，物理治疗比较像是在医院来，我们就以医院端来说吧。那医院端里面的话，物理治疗比较负责的是大动作，比方说是走路啊、跑步啊、平衡能力这些的大动作的发展。那个职能治疗的部分会比较偏向于精细动作的处理，像是手写字，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说吃饭、喝水这些比较更日常的动作，然后而且是比较偏向手部精细操作的部分。那而且相较于物理治疗，职能治疗更喜欢使用像是Jocelyn 刚刚讲的副木。那个副木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热塑性塑胶。那他们会是用那种叫做热风枪的东西去先丈量你的手型，然后跟你的那个关节的角度之后，用热塑枪去把那个塑胶加热之后，让它贴合你的贴合你的皮肤，然后再把边边的那些塑胶去把它抚平，这样才不会磨到你的皮肤这样子。那这个副木的定义就是说，它的功能主要是说，我们有些人是可能关节会有一些卡在一些不好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副木去长期的去帮他做一个拉筋的动作，让他把那个不好的关节位置把它调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去，这样子。所以副木的概念比较像是这样，但是物理治疗会比较少用到这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真正如果说刚才那个例子好像原来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正物理治疗到底都是在做什么？像刚才你有讲到说是比较否大动作是吗？所以我可以理解成，假如说我今天是大动作受到的一些受伤，身体上面的受伤，那我就是去找物理治疗师，是这样子吗？应该说，如果说今天你是假设说你今天脚踝扭伤，对，然后你变成你走路一拐一拐的，对，那我们撇除说这个骨头断掉的因素，你就会非得打石膏嘛，对不对？对。那如果说你是有发炎，那我们物理治疗就有一些像是冰敷的方式，这也是物理治疗的其中一部分，叫做冷着处理。冷处理，对，这个所以你们都是会冷处理的。我很会冷处理，没有啦，就是说冰敷、热敷、电疗，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物理治疗其中的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声光冷热电，这是要背的口诀吗？像什么？声光冷热电，声光冷热电啊，对啊，对，就是声音就是超音波，光就是可能雷射，然后冷就是冰敷，热就是热敷，电的话就是电疗，对，那就是物理因子。那这个很大一部分它是用来促进循环跟抗发炎或者是说止痛用的。
对，这是物理治疗的领域很大一块。那假设说，像刚才有说，声光冷热电，对吗？声光冷热电的话，就是那假如说今天是以就是来到实际上的例子的话，因为刚才讲的那个元素比较像是你们治疗的方式嘛，对。那如果假如说今天我是以我今天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是我是一个大众，然后我今天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像是是骨头痛吗之类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判断，可以说这样子是要去看。就是物理，就是要去找物理治疗师。其实找物理治疗师有一个最大的原则是，你的痛是不是跟你的动作相关？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痛，像你肚子痛，不管你在什么姿势下面，你肚子应该都是很痛的嘛。对不对？就是除你是指那种想要有生理需求的那种肚子痛吗？就是说你胃痛啊，或者说你就不会去找物理治疗师。对。但是虽然说现在有些新兴的领域，他们会用一些内脏的手法去处理一些问题。你说物理治疗？对，现在会有一些新兴的内脏，他们叫做内脏筋膜，对，会去用这个方式去处理一些内脏的张力，然后这些内脏张力可能会影响到你四肢的活动。对，那这个就跨太远了。对，但就是我们在想说，就是假如说你今天你的左边肩膀痛好了，对，那这时候左边肩膀痛，如果说是你不动它就很痛，而且晚上睡觉也会痛，那这个很可能就是物理治疗师不太能解决的范畴。对，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举手的时候肩膀痛。对，那可能就是你的，然后放下的时候肩膀不痛嘛，那这可能就是你在举手的时候动作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这个肩膀痛，但如果说你今天什么都不做，你肩膀就在痛了，那就可能是要么是它有发炎，你那里有什么问题？像我上次那样，对，要么是说它，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出问题了，你的肩膀会痛，它会牵连到，对。所以就是对我们而言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说，你这个痛跟动作有没有关系啊？什么动作会让你的痛更痛？什么动作会减少你的疼痛？你让我想到有一个笑话，就是不是说有人可能手痛，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就说医生我的手这样会痛，然后医生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做这个动作，对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假如他是做这个动作会痛，那可能这时候就可以去想到说那我可能要去找物理治疗方面的寻求这样子。对，了解。那这样子的话，除了刚才有讲到可能手痛，那还有什么情况下是会？就是找你也是一样要找物理治疗的吗？像是说腰痛啊、膝盖痛啊、那个什么屁股痛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物理治疗的领域非常的广，然后其实全身都可以去处理啦。对，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看动作方面。对，以学校的教育来说，我们还是主要是处理动作方面造成的疼痛。虽然我不否认说现在的外面的很多新兴的领域有在做一些像是说癌症的，或者是说这个孕产妇的这种比较特殊的领域啦，对。但是我们会主要以他的动作的表现，像是说他的关节活动度有没有达标。他的痛是不是跟这个动作有关系？然后或者说他的痛是不是跟他的姿势有关系？我们会比较注重在这个部分，这样子。对。那除了刚才你说一些比较新兴领域，像是你说有什么妇产是妇产吗？算是孕产妇。孕产妇，对。那如果说撇除这些比较新兴的产业，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就帮你们划分好有什么大类项，然后就说这些情况就是是我们的要学的范畴，有像这种吗？有啊，有。对，我们现在大三，刚刚学长有提到是骨科嘛，那我们除了骨科，那我们有神经物理治疗，那我们也有呼吸循环，我们简称叫心肺的物理治疗，那也有就是针对小儿的物理治疗，对，主要其实原则上来说会以这个四大专科为主，那我们后续就是实习的时候也是会以这4站去做不同的学习这样子。
那刚刚学长说的那些新兴领域，那其实都是从这个源头，然后再去一个延伸的学习，就更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去专门去做那个领域。对，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是每一个，就是刚才世宏说，骨科、神经，然后小儿，就是这些全部都要每一个都要会吗？还是说，就是你只要选你自己，可能有点像主修嘛？哦，我对这个有兴趣，那我可能往这边走。应该是说国考都要考啦，对，国考4个科都要考啦，所以你也不能都不会。对，你毕业需要这些学分，就是对你还是要修过。现实面很惨的就是这样子。对，但你毕业之后，除非你是在复合性的那种复健科诊所，就你一下要做神经的处理，一下要做这个小儿的，一下又要做骨科的，不然你如果出来做自费市场的话，其实主要会是以一个科为主啦。而且现在的自费市场大头就是骨科嘛，对，也是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物辅系主任，就是我觉得培育算是最完整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选修课，然后这些选修课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跟骨科相关的，对，就是运动处理方面啊，皮拉提斯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红绳啊，这个其实都有。皮拉提斯也是骨科哦。对，皮拉提斯算得上是骨科的一部分，因为其实骨科超广，就是说骨科包含了所有的这种动作上面的痛，或者说姿势上面的痛，或者是说你运动上面的不舒服，其实都归类在骨科的范畴。对，不是只有就是骨头痛的那种才算是。没有，骨科我们其实全名叫做肌肉骨骼。所以肌肉跟骨骼，然后掌控肌肉的也有神经，所以我们也会碰到一部分的对，刚才有说神经的，对。但是如果说是神经科物理治疗的话，其实主要处理的是中枢神经，对。但是有分中枢跟周边神经，这是国中生物有教，国中生物有教，对不对？有，这时候要说有。对，这应该没有讲太深，好，反正就先是这样子。可是那你刚才有讲到说，就是骨科是目前好像大家比较自费吗？自费的物理治疗所比较多会专攻骨科，然后以及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就是物理治疗系也是专攻这个科目。那你们自己呢？你们自己也是因为就是比较喜欢骨科这个项目，然后所以来到就是学校选这边吗？还是？其实一开始认识物理治疗，应该都是从类骨科相关的处理开始认识的。对，我觉得是。我知道物理治疗师这个行业是这样讲可能不对，就是可能有一些运动场域啊，然后他们只会提到物理治疗师。可是其实当然也不只有物理治疗师，还有所谓的运动防护员这类的角色。可是那我们其实都是，就是刚刚有说，就是处理运动伤害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是我们比较这一代的人会了解物理治疗，应该是从这些什么体育赛事啊这些地方去了解到，才会就是某某奥运国手他的物理治疗师。他的御用物理治疗师，对，觉得好酷哦。对，就是要是阳明的学长这样子，然后阳明的学姐是某某什么郭幸存的物理治疗师，对。所以的比较多是从运动这方面，然后去比较知道。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话啦，对男生因为像我高中时期对物理治疗的理解，也就是在运动场上，然后去帮助选手恢复状态，或者是说让他们预防伤病这样子。对，那跟刚才就是世宏有讲到那个防护员，就是又有不太一样，是两个不一样的角色。对，因为他们两个考的证照是有差别的。那防护个别的，对，他们是不一样的证照。那他们差别会是？因为感觉听起来也都是在帮助选手可能受伤的时候恢复一些他们的状态嘛。说真的，领域是高度重叠的。我们也会学一些我们也会学蛮多防护员在学的东西，然后他们也会学防护员一些东西。对。但是就是如果说硬要分类的话啦，防护员会比较像是运动员受伤之后，或者说受伤前，他帮他做贴扎，或者是做一些运动按摩，让他去启动或者是放松他紧绷的肌肉，然后或者是说预防他的受伤，然后在他真正受伤的当下，快速的用贴布去处理，
他的状况，让他可以尽速的回到场上，在不痛的情况或者是疼痛减轻的情况下，快速的再回到场上比赛。那物理治疗师的角色比较像是在幕后观察这个选手平常练习的时候的动作状态，然后给出说我要怎么样让你能够预防，所以有一点像私人教练那种感觉。然后我观察一下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记录一下你可能哪些动作常常会做错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给你一些建议。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现在蛮多教练也都在学物理治疗师的东西的，对，就是说算是动作分析吗？可以这样说，算是动作分析的感觉，对，对。那其实这一开始是物理治疗师在做的。那刚才好像讲说有比较辨识除了讲4大专科嘛，就是说你们有学的是这些东西。那除了这之外的话，还有什么可能你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吗？因为刚才好像有讲那个内串口诀哦，就是其实我们大学第一堂课就会说物理治疗就是3个 M， 那个贴墙壁那个3M， 对，这就是那个有做到连结这样子啊。反正3M 就是英文叫做 modality，manual 跟 movement，对，那这3个东西呢，就分别代表了仪器治疗、徒手治疗还有运动治疗。那这三种治疗也是贯穿我们这个整个4大专科，甚至是以后的专科的治疗的内容。那仪器治疗就是我刚刚说的声光冷热电，对，就是我们平常去复健科治疗说，他帮你热敷，他帮你电疗，他帮你做超音波这样子。那徒手治疗呢，就会像是说，他就有一张治疗床嘛，然后他就在上面帮你去拨动你紧绷的肌肉，让你的疼痛缓解。然后那运动治疗的部分，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你的核心无力，或者说你的这个肩关节的这个活动不好，所以你的有些肌肉没有力量，那他就帮你去训练这些肌肉，让你的动作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比较像是你刚才说那教练会开始学的部分。对，就是运动的算是，但是物理治疗的运动跟教练的运动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物理治疗的运动会比较像是小肌群，对，会比较偏向于小肌群的诱发，就是说这个后面会讲超多，就是我想一下，就是说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人身体有负责大动作的肌肉跟负责维持动作的小肌肉。那我们这些如果说维持动作的小肌肉无力，或者是说大动作的肌肉太强，那它就会盖掉这个小肌肉的功能。那大肌肉它又很容易累，所以到时候就会全部都无力，然后你的压力会全部由关节分担，到时候就会关节不舒服。这是什么代偿跟这有关系吗？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你们负责比较是小肌群。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学很大一部分的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放松这些大肌肉，然后去把这些深层的小肌肉给唤醒。因为这些深层小肌肉虽然它出力少，但是它持续时间很长。那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它就可以应付说，我们一整天可能需要维持一个姿势很久，它就需要持续的去收缩，给我们的身体一个支撑。那假设说今天以我们就是可能走路好了，走路也是有分，就是大肌肉、小肌肉这样子吗？还是有啊，当然有啊，就是还是你要说这个我们这一部分，对，我们之后再做一集再讲啊。反正就是其实是有的，都有的。了解。那刚才你还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也有那个，就是帮你推开你的肌肉，是这样是算按摩吗？就像我去给人家放松按摩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在学校教的话，确实是有教按摩啦，技法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手法，然后说针对不同的肌肉，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手法可以去做到放松舒缓的效果。对。那就很多人会问说，这个到底跟按摩有什么关
到底跟按摩有什么差嘛，对不对？对啊，就是那这样，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假如说我今天真的可能落枕，或者是说我哪边酸痛，我好像真的不会第一时间想到说，我要去找物理治疗师，我可能就是如果是以那种爸爸妈妈的年代，可能就是去找国术馆的一些老师傅。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也之前蛮喜欢去一些就做一些 SPA，然后也是做按摩这样子，就好像都是比较是朝这种方面去做解决。那跟你们就是也是有重叠到，那有什么样的差别？刚刚有说嘛，按摩是我们物理治疗会用的一个手法。那其实按摩它比较算是偏向你缓解你一时的一个不舒服所用的一个手法。所以你其实去所谓的可能 SPA 或者是一些房间按摩，你可能当下按完会觉得好舒缓哦。可是如果你本身你本身就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你动作的问题导致你所谓的肌肉的一些紧绷这样的问题，那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今天按了一下，可能过几天，可能又来了。对对对，就是所以就变成你要之后你又跑回去按，然后就一直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嘛，物理治疗我们有3M， 然后刚刚其中一个 manual 就是我们用的按摩，那这是我们用一个手法。那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刚刚学长有说的 movement， 那我们当然是要找到你最原始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是组织吗？还是你的动作就是造成你现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然后我们找到那个最根源的问题之后去处理之后，那才是我们物理治疗真正在做的，就是我们把你最根源的问题处理掉。对，那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可以理解成说，就是假如说今天我就是肩膀痛，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到底想要追根究底，它是什么原因？可能当下大家比较想到的就是我去按摩放松掉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以你们就是学这物理治疗的专业的人来说，可能你们看的就想说，那我再去仔细的看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肩膀痛，然后去比较追根究底一点嘛，有点像是在侦探，然后找一个细节，然后再从去连带这样。发现可能原来不是肩膀这样。可是我有一点要补充，我觉得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个人感管不一样，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去一般按摩店按一按，我就觉得很舒服，那我也不用再处理，这种人也是有。那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选择吧，因为每个人真的体质都不一样。那我要补充的是，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可能很急性的什么运动拉伤啊，还是你做运动之后激烈运动的伤害，那我会觉得不要去乱按，因为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更一步的受到伤害。其实也会遇到蛮多，就是他说什么他拉到了他自己去狂按，然后结果就更加发炎，对对对对对对。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还是去找医师，然后再找物理治疗师去帮你处理，去看这样子。对。对，是没错，因为像是假如今天我去按摩，我好像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原本到底是，就是他来历是怎么样。虽然说现在感觉还是有很多会说我去上过什么什么课啊什么但是感觉好像跟就是真正就是有一套专业系统就是训练下来的就是物理治疗，像你们都是读物理治疗系这样子，整套训练下来还是有所差异嘛？最主要的差别会在于你有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他的问题的点到底是不是真的问题发生的地方，因为往往都不是，就是往往你的痛的位置他都是受害者他都是别的地方在雷，别的地方你的同事在偷懒，或者说你的同事因什么该工作没有工作这样，然后你就要过度工作。然后你就发炎，你就痛，你就不舒服。然后去按摩，他们就是你痛哪里，我就直接按那边嘛。那这等于就是我们在处理受害者，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说，你不要叫，你不要叫，你不要哀，你不要哀，对，你不要吵这样子。然后那他就很委屈啊，确实对吧？你今天我是被搞的，然后我发出抗议之后。你就说你不要吵，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就他也觉得很累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你啊，这样子。确实，到最后就会很多慢性问题会跑出来。对，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我这个痛10年了，痛20年，对，就是以我们的组织恢复的理论来说，不可能有一个组织可以痛20年，
或者说它的伤害不可能可以持续20年，你骨折6个月就好了，对不对？你这些组织早就修复了，但是它为什么一直都还在痛？可能就有更源头的你就一直有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去刺激它，一直刺激它，一直刺激它啊，对，就会变成这样子。了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像刚才有讲到说，你们还是会更精细的，就是去找到问题的源头嘛？那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就是真的不是只是去外面开一间按摩店，然后我想要当就是物理治疗师好了，就是我想要加入就是这一套完整的培训的话，通常大家都是就是会开始怎么做的因为像感觉其他专业好像。就是你也可以从半路然后开始学习也 OK。那物理治疗是可以这样吗？假如说我今天就是我今天现在这里传播所读一读，然后之后我想要转行了，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其实物理治疗师门槛是相对偏高的，相对于教练啊、皮拉提斯老师这些的职业，他们的门槛是高的，因为首先你要成为物理治疗师，你就需要考物理治疗师的执照。对，那你考物理治疗师的执照，那法规就规定说你必须是要是相关科系的学生，毕业之后你才有资格去考这张照。所以假如说我现在此时此刻 right now 我想要就是转去读就是当物理治疗师，我还要先再去考就是可能物理治疗系，对，然后毕业了。拿到那个毕业证书之后，我才可以去考国考，对国考，然后国考还要考过了，我才可以当，对你才可以自称为物理治那疗师。我应该来不及了，那我听你们分享好了。就是反正全台只有14所科系有办法算是物理治疗系，包含五专跟科大在内。对对对。那其实我在医院也看到蛮多。那个在职的按摩师或者说健身教练，就是他们选择去五专读夜间部，读夜间部，然后就可以毕业之后也一样可以去考，然后也一样有一张物理治疗师的照这样子。了解。对对对。那如果说Jocelyn有兴趣的话，好，那就如果那就可以考虑说，我们是出去工作之后，可能分点时间去五专的夜间部，这也可以就是用进修的方式啦，算是吧。对，反正更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有问题，直接去问物理治疗师是最快的。对，了解。那如果说，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要就是读？因为你刚才有说有14所学校，那这样子的话，那时候就是选就是阳明交通大学，是那时候觉得这边是因为骨科吗？是因为就是刚才有听到你说我们学校比较是以骨科为主，是因为你对骨科有兴趣所以选骨科，还是说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真实理由就是考不上台大，考不上医学系。真实理由就是考不上台大。是吗？世宏是这样吗？我先讲，我刚刚前面有说我是侨生嘛，然后我们的升学管道是会有一个类似指考的一个分发考试，然后你就考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多少分，然后你会填70个志愿。然后我前面都是填，这不是我要听的故事，越来越心酸。我最开始是这样我的经历，因为我前面是填什么医学系啊、台大全部3类组填完。我记得我阳明物辅很像还不是我的前面呢，我前面是就我刚前面有说嘛，我是不分系出身的，对，所以我觉得不分系阳明不分系是大概我记得是22。就是顺位第22，第22，对，很后面呢，竞争蛮激烈的。好，然后就大一、大二不分系嘛，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会学那些比较什么生物化学、物理啊，比较基本学科，对，比较基本的学科。然后大二下才填志愿，然后分流到物辅，就是物理治疗学系。对，然后我在这2年期间，我也是有多方了解啊。那我会觉得，物理治疗是一个蛮需要动脑筋嘛，可以这样讲。你说因为要像侦探一样找到源头这样？对，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有在医技，就是医技有待过一阵子。然后医技是什么？医技就是你们医检师的这一个职业出身的学习，就是他们会在比较像医院里面可能要
处理一些简体啊，就是血尿史这些PCR 啦，对PCR 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一直在这些仪器前面一直去用这些简体，我会觉得很无聊。可是物理治疗的话，就让我蛮眼前一亮的，就是真的很像侦探这样去探究这个问题。然后跟病人的互动，我觉得也是这个工作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看到很多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像是什么？像是什么？我自己在阿嬷跟你见习的时候，我这里痛，就是可能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见习比较阿嬷比较不听话，他可能在做电疗的时候，跟他讲说，只要稍微有点刺麻麻的感觉就可以了。可是阿嬷可能要很强烈的感觉，他是自己去调哦，他就会调到超强。我说哇，调那么强都不会有事哦。那阿嬷还很快乐在那边被电，我觉得痛并快乐着，阿嬷痛并快乐着。对，那好我人呢？我的话，其实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想念的就是物理治疗系，对，那当时在选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哪间学校收我这样子，对，那至少我在面试的时候跟那个阳明的老师聊得还蛮聊得来的，对，然后我也觉得。我当时也不知道阳明是什么骨科最强，或什么神经小儿什么心肺最强这样子，但反正就是当时我觉得阳明这个环境非常的清幽嘛，就是在山上，然后其实我没有去过你们那边呢，所以你们在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然后树很多，像你们今天爬上来，这就觉得还好是吗？那个不算山坡吧？你跟我说是山坡，我在想说是有多难爬，它只是一条路而已，就是一个坡，一个上坡，那叫上坡，那不叫山坡。对，好，对。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就是一开始大学你就知道你要读这个？没有，就是当时是认识一个算是爸爸的朋友吧，然后他是一个蛮厉害的，算是在自己家里开按摩馆的，就是一个按摩师，国术老师这样子。反正他很有经验的那种，就是你知道这种老牌的秘医这样子，就是他就看到你的问题，他就帮你这样瞧一瞧，然后按一按，然后卡一卡这样，然后不时还帮你针灸一下这样子，就是就是一个完全不合法的一个状况，就是，但是反正他就是可以，但通常都很厉害，快速解决我的痛，然后让，因为当时我也是很喜欢打篮球，然后就一直扭伤啊，然后手指就是吃萝卜啊那样子，然后就他就搞一搞就一下就好了，然后就觉得这太厉害了，就是那他会跟你说什么？你这个其实不是脚在痛，你是腰在痛，他就说他就在那边咔一阵之后，他就好啦断了，你就可以走了这样，他就把你直接咔断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就是他很会讲干话，反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开始对帮别人瞧身体吗？感觉帮别人就是在运动之后的修复，觉得有兴趣。应该是说处理别人的问题吧，或者说处理别人的疼痛的问题。就我觉得这个职业还蛮迷人的嘛，就是对，可以这样说。可是你们刚才又说你们都喜欢冷处理耶，那只是一部分，那只是所有治疗中其中一部分而已。OK， 好，反正那至于为什么我没有去跟他拜师或者怎么样的，那反正还是因为我当时跟家人讨论，也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看执照的时代，很看证照的时代，就是说你要出来推销自己，你一定要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证照，什么什么什么执照。就实际面的考量来说，的确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你也很难就说我有一身本领，30年绝技。对，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就是你有本领，但是你完全没有证明自己的那个执照，这样会很没有正当性。现在人也比较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法规也不会过，所以就是当时也就想说，那就考一个这种的科系，然后考一张照，让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更名正言顺一点，这样子。对。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质是读了之后呢？你觉得好像真的蛮适合来读的？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算是要蛮喜欢跟别人解释东西的吧，或者说喜欢教学这件事情。
把困难的东西简单化嘛。我觉得有点，你要做好一个卫教的话，你要做好一个让病人能理解你的想法的话，你要有这种能力，就是去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把它解释得清楚，然后让他们可以理解。对，让他们去实行。因为其实我们以病人1周可能1次好了，看到我们，他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他自己啊。他真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时间。有点像是就是你要教会他自己回家之后也可以知道怎么就是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就是应该也不是，就是说让他知道他要怎么保养他的身体，或者说在他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去做出正确的动作，然后或者说有正确的生活习惯，然后才能尽量去避免这些疼痛的复发。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这档节目想要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把物理治疗带回家嘛，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做使用。那刚才你讲的话，感觉像是身为物理治疗师，感觉要蛮会沟通的。那除了会沟通之外，还有什么特质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人会适合来去当这个职业的角色吗？我觉得，除了沟通以外，还有就是你要不害怕去触碰别人嘛，因为像我刚刚有讲，很像现在医检师他们就是在处理检体，其实他们不太会需要跟病人有直接的互动。那物理治疗师就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是一个会直接第一线就跟病人互动的一个职业。那当然你在教病人动作示范什么时候，你不太需要触碰，可是你今天在可能说徒手治疗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去用你各种手法，你所谓的各种技术去处理嘛，那你就会一定会触碰到。那其实触碰也是个蛮有学问的东西哦，就是你要用多少一个力度啊，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摆位，然后让你的病人可以在很舒服的姿势下去被治疗，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这样把对方当成什么模型或者机器这样去摆动。对对对，还有就是你今天可能做一些仪器治疗，你可能要帮他贴什么贴片啊，或者是这些东西，那也是会碰到嘛，对不对？那所以不能害怕触碰，我觉得是那种就太有肌肤洁癖的那种不行，不适合。而且还有一些可能一些部位会可能比较敏感之类的。然后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上课也要你们是互相贴，就互相按摩这样？会就是脱衣服，男生就脱衣服。那你们是男女一起吗？还是你们会真的会混在一起？是因为就是比照到时候就到进入就是现场的情况，所以就是都混合。物理治疗很注重一个东西叫做手感。手感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用你的关节、你的手指或者说你的手掌去感受病人关节的位置。那有些关节是动作很小的，然后那个你需要很精细的感受才能感受到。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很大量的经验，你就要摸过很多的人你才能有累积这些经验你才会有这种细微的感觉。对，所以老师也很强调说，尽量去多摸同学的这些，像是我们的颈椎要做处理，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关节，像是颈椎、腰椎什么的，他们的这些幅度都其实还蛮小的。所以你们会平常就是，我这里好像怪怪，你帮我看一下。对，会真的，真的，我觉得这算是当你们同学也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这边怪怪的，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这样子。对，就会常常会发生这件事情，这样子。可是那这样子就是摸不同，觉得摸男生跟摸女生的那个差异点，大概要到什么时候会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呀？就是像你说很吃经验嘛，可是感觉同学之间这样摸一摸，好像就是要有老师带啦。就是一开始，因为老师上课也是会带，因为我们的桌子其实就是床。我们的桌子就是治疗床。教室没有桌子，没有桌子，就是治疗床。我们把治疗床当桌子，所以到时候就是老师教一教课之后，就是来现在实作时间，所以就会说分组操作，然后就一个人躺到床上去，然后一个人帮他做，然后另外一个人看，或者说你被做的当下，你就要回馈给你的同学说，我感觉跟老师做我的时候不太一样。
然后可能是你可能要怎么样做会更好哦，对，就会常常有这种交流产生，然后就会说啊，我可以再怎么调整会更好这样子。哦，对，好好之后希望有机会可以请你们帮我调整一下。对，好，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样的部分想要再补充吗？我们等一下可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你要至少要会运动，有一项运动，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大学老师一入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最好培养至少一项的运动习惯。那至于为什么要有运动习惯呢？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是一个讲求健康的社会，其实民众大部分都会有自己有在从事的运动。那你自己有运动，有在活动身体，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认知跟叙述会比较跟得上病人的叙述。就你不会听不懂病人在讲什么。确实，对。那另外一方面是，毕竟我们也是有运动治疗嘛，对不对？对。那有运动治疗很大一部分是你要会示范，除了你要会教以外，你还要会示范这个动作，你要能把这个动作做得好，你才有能力去把别人教得好。而且甚至有时候像你们说，很多是可能某个运动选手的物理治疗师，那你面对的人本身就那么专业了，所以你不可能就是一直，你不可能一直对啊，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他的一些运动的专业术语，他一讲出来，你要能接得上话，对，不然你们就完全就是有代沟，对啊，就真的是代沟真的很可怕，有代沟。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的，就是从到底什么是物理治疗，然后到说在生活中我们什么样的时机点可以来去找物理治疗师的协助，然后以及到后面也有问看你们说你们当初到底为什么想当物理治疗，然后当物理治疗师，然后如果想要成为这个职业的话，那又需要什么样子的特质？那相信大家应该也对这个专业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了。物理治疗是生活的科学，那未来我们也会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出发，尽可能给大家最正确的动作处方签。那就是如果说刚才大家对我们的就是节目啊都有一些好奇的话，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单元规划的话，其实就是会先有从3个部分来去做切入。第一个部分动作治疗所的话呢，我们是会去拆解我们可能常见的酸痛问题，可能像是为什么会落枕啊，或是为什么会绞痛啊之类等等的常见的酸痛，然后来去跟大家做一些解释跟说明，然后以及我们也会破解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会犯的一些姿势上面的错误，然后来去给大家比较正确的一些观念。那最后的话，像刚才 Howard 也有提到说，就是物理治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有动作上面的示范，那所以我们也会配合就是针对不同部位的动作保健来去提供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做练习的一些保健指南这样子。没错。那如果未来各位想知道更多日常生活中的物理治疗知识的话呢，那都可以锁定 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那我们除了在 Apple Podcast 上，也会在 YouTube 等平台上同步上架。那各位也可以到 IG 上面去留言，那你想要解决的酸痛问题，或者是对于物理治疗的一些想要了解的事情，任何问题都可以在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好，没错，所以 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每周1剂的身体修复指南，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